荣耀 Magic 4至臻版主摄的参数非常夸张啊，可以说是上半年的年度影像旗舰。从它的后摄造型你就可以看出来，它一定是主打影像的。那么各位觉得这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好看吗？如果你觉得它好看，打1；如果觉得不好看，打2。荣耀 Magic 4至臻版它有一个惊世骇俗的主摄。在开头呢，我先放一段录屏提提精神，因为我怕后边内容呢可能很多人会不高兴。录屏的环境非常的暗啊，大家可以看到，但是经过它的主摄拍摄之后，那简直亮如白昼啊，细节非常的丰富。哦对了，那些说夜景就要拍的黑一点，就要有夜景氛围的人赶紧出来啊，发表意见。那么这台如此牛的主摄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天荣耀约三星撸串，三儿最近忙吗？忙啊，各种显存内存，各种处理器，还有感光器。哦对了，还有苹果的 M2， 忙得我女朋友小高都要跟我分了。不是那个注意身体啊！说点正事啊，我需要一个顶级的主摄，你有吗？有啊，GN2啊！小米用了这个主摄之后，你知道有一个知名的不知名媒体叫 ZPH 吗？还给他颁发了年度最佳主摄的提名奖呢。啊，对，我知道，我看了，挺棒的。但是 GN2 别人用了，那我就不能用了，我要更好的、更大的。你手机想做多厚啊？你知道大感光器的边角画质很难把控吗？啊，我知道。啊，那感光器大不了啊，光圈，你把光圈给我做大了行不行？光圈大了，光学素质也会下降啊，这很难办呀。我不管，我就要，我是甲方，我出钱你办事儿。那行，我试试。就这样，一台惊世骇俗的主摄就装到了 Magic 4至臻版上。虽然我们节目大量的时长都是在评测设备，但是我们还是一档摄影节目，所以每期呢我们都会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主要是为了吸引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那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但照片更长久。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 Magic 4至臻版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先整体介绍一下 Magic 4至臻版的后摄配置。你别看它后摄有这么多窟窿眼儿，实际成像的镜头呢只有3颗，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3.5倍的中长焦。剩下的都是辅助这些镜头成像和对焦的辅助设备。在拍摄界面中呢，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0.6倍、1倍、3.5倍跟7倍。其中前面3个呢，就是它的光学成像焦段，这个7倍是它的3.5倍的数码变焦，它并没有7倍镜头啊。它跟 Magic 4 Pro 比呢，没有了10倍，但是有一个7倍，这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台手机有这么多颗镜头，那咱们得一颗一颗说。那下面咱们先说主摄。Magic 4至臻版的主摄从参数上看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它是我用过的所有手机里面主摄相场最大的。之前虽然说用过索尼的一台1英寸底的手机，但是那台手机的相场只有1.3分之一，这台呢是1.12分之一，而且光圈是 f1.6， 非常的恐怖。在分析光学质量之前，先说一个离大家比较近的使用场景啊。你先看这几张图，当时拍摄的时候叶子比较小，叶子离背景呢也比较近，但是背景虚化依然非常厉害，这是因为主摄的底很大，光圈很大，那么在近距离拍摄的时候，镜深就非常浅。
如果您平时有拍摄发票啊、书籍的需求，那拍摄的时候纸没有铺的纯平，而且拍摄的时候稍微倾斜一点，那就别想都拍清楚，这就是大底大光圈带来的小问题。下面咱们看主摄的实拍样片，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你可以看见高清模式的视角比普通模式大一圈，这就说明在普通模式下，这台手机还是会裁切四边的画面来保证边角画质。那咱们先看主摄的普通模式，色彩方面没问题，挺鲜亮的啊，我挺喜欢。看看中心跟边角画质的表现怎么样？中心画质呢锐化的不多啊，解析力还不错。边角画质下降的并不明显，这个放大的是右上角，但是右上角的左边一部分倒有些虚，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颜色方面我还是很喜欢的，色彩嘛比较中性，比较柔和。解析力方面，中心的画质还是比较不错的，锐化的不多，但是也不是解析力非常高的那种。左上角的光学素质还是有一点下降啊，虽然说裁切了四边的画面，但依然还是有一点下降。现在是主摄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颜色方面稍微有些差异啊。在中心解析力方面，高清模式看着好像没有普通模式细节多，虽然说自己的轮廓更清晰，但是细节少了很多啊。那再看一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颜色方面还是有区别的。那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如果看轮廓的话，高清模式更清晰，但是整体的细节，高清模式是没有普通模式丰富的，这就奇怪了。那再看看高清模式下的边角光学质量怎么样？它普通模式不是默认裁切了一圈吗？那么跟普通模式比，放大一看呢，确实是下降了一点，但是下降的不是很严重啊。要这么看的话，其实这台主摄大光圈加大底，光学质量还不错啊。再说超广角镜头，Magic 4至臻版的超广角从参数上看还是非常不错，但是相比于 Magic 3至臻版会有些缩水了。去年 Magic 3至臻版在我们年底的评奖节目中，我们给它评了最佳超广角手机，但是这次它的参数缩水了，主要是等效焦距变窄了。从实拍样片上一看，明白了啊，原来它的普通模式跟主摄一样，也会默认裁切一圈画面来保证边角画质。这如果是高清模式的话，它的视角还是非常广的，还是11毫米，但是普通模式就缩水到了14。去年给 Magic 3至臻版颁发最佳超广角奖的时候，我就说荣耀做的非常不错啊，因为厂家知道拍得到比拍得清更重要，结果他不知道。那咱们还是先看普通模式，色彩不错啊，跟主摄的风格比较统一啊，比较中性，比较柔和。解析力方面，中心画质表现得非常不错，边角画质还是有所下降，裁切了一圈了，但还是下降。再看一张样片，颜色上我还是很喜欢的，很柔和。那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中心解析力不错，边角画质还是下降了白裁切了。打开6400万高清模式之后，除了视角的变化以外，前面说了高清模式视角更广，颜色的变化也是挺大的，高清模式更暗。中心解析力方面没啥变化呀那再看一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这颜色的差距真的太大了，这高清模式真的有点暗啊。那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没啥变化，这到底高清了啥了？这高清了寂寞。再看边角画质的表现，高清模式的等效焦距达到了11毫米，非常的夸张啊。那么它的边角画质是非常难把控的，所以这个边角画质我是能接受的。相比之下，我更需要更广的视角，你不要裁切画面当然了，画面你也别拍得这么暗总之呢，这回超广角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这再说一嘴微距拍摄，因为 Magic 4至臻版拍摄微距最好的就是超广角镜头，虽然说它的更多里边有一个超级微距，但是也是用超广角来拍的。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呢，对焦没有问题，拍摄效果也不错这台手机拍摄微距还是挺好的。再说中长焦镜头，从参数上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但是难道它不是 Magic 4 Pro 上的那颗中长焦镜头吗？为什么在拍摄界面中没有了10倍数码变焦，而换成了7倍呢？这是为什么呢？中长焦镜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叫对焦性能，这颗3.5倍的中焦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从录屏中你们就可以看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我用起来还是挺得心应手的。从实拍样片上看，中焦跟主摄在视角方面差的还是挺大的如果你发现远方有个什么好看的景物，用中焦拍跟主摄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在解析力方面，如果是拍摄远处的物体，中焦的解析力优势也是非常大的。中焦也是有高清模式的，这点跟主摄跟超广角一样，只不过这次在视角方面终于是一样了，而且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在解析力方面
哎呀，这个高清模式怎么还没普通模式清楚呢？这怎么回事啊？这好吧，那再看一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那这回高清模式倒是没拍虚，但是在解析力跟细节呈现上还是没有普通模式高啊，这怎么回事？那行吧，再看一组7倍的数码变焦跟普通的3.5倍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7倍的数码变焦还是没有普通模式的细节多。那看来 Magic 4至臻版的长焦做的是没有 Magic 4 Pro 的好的。这台手机的人像模式并不是用中焦距拍摄的，而是用主摄的1倍跟2倍的数码变焦拍摄，效果还不错，肤色比较好看啊，美颜程度呢也不是特别假，这点还是挺好的。不过呢，有时候稍微会出现抠图失误的情况，比如说女孩的马尾辫后边啊，整体表现还是可以的。再说宽度的表现，这里就要说荣耀的老毛病了。它的计算摄影非常猛啊，会把暗部细节提亮很多，但是 HDR 合成呢，总会出现点问题，暗部细节会模糊不清楚。比如说这几张照片，对吧？那具体到底多不清楚呢？那咱们对比视频再细聊。再说夜景模式的表现，这台手机的夜景模式确实非常令人期待啊，因为它的主摄规格真的是非常高，可惜就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这一点我还是不很喜欢。先看城市灯光照明环境的表现。这台手机呢，由于硬件参数比较好，再加上自动夜景的加持，它的暗部细节跟亮部细节都非常不错啊。亮部细节能压下来，暗部细节能提上去，而且主摄有了光学防抖之后，再也不用怕像 Pro 版本那样把夜景拍虚了。不过呢，光线进一步降低，到了更暗的地方就会出现失误，比如说这组的超广角拍的颜色有点怪。光线进一步降低，来到了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比较暗了啊，就看夜景模式的表现了。主摄真的拍的亮如薄昼啊，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不错，细节也是很丰富的。祖传神助场景就更暗了，主摄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亮，超广角已经盯不上劲了，就比较暗了。像开头的时候你们看到的这段录屏就是祖传神助附近拍的，环境非常暗，但是拍完之后非常的亮啊。那些大骂夜景就要拍的暗一点，要有夜景氛围的那些人在哪儿？赶紧骂起来！健身器场所也是非常暗的，主摄拍的还是这么的亮堂，细节非常的多，超广角已经盯不上劲了。哦，对了，从超广角上你们就能知道这地儿有多暗了。祖传神助 Pro 场景是最暗的场景，主摄也开始有点盯不上劲了，开始发虚了啊。但是暗部细节还是拍了出来，超广角嘛就不提了。OK， 下面我们看视频录制的表现，我们用的就是默认设置啊。现在看到的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色彩清晰度都非常不错，防抖也非常不错。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颜色我很喜欢，而且防抖的表现也不错。那再看看晚上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主摄的表现，清晰度还是不错的，但是防抖呢没有白天的强啊，远处稍微有一点果冻效应。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是很理想了，亮度啊、细节呀、还有清晰度啊都不太好啊，就好像刚才的超广角在拍比较暗的夜景一样。女流氓小巷这个比较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啊，防抖啊、清晰度都非常到位。虽然说你看着不亮，但是它的清晰度、细节还是很多的。那这个场景下超广角的表现就不太好了。工业设计方面，我觉得这台手机还是挺好看的，尤其是背部的质感。只不过前摄的造型我还是不太适应，手机的整体大小比较合适，就是稍微有点厚，也稍微有点沉。只不过这个对于我来说倒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挺好的，沉点我挺喜欢。屏幕的显示效果也是不错的啊，我挑不出什么毛病，就是正面前摄的这个造型，这个是吧？手机的性能啊、处理器啊、跑分啊、发热啊，我觉得应该是够的。那到底够不够呢？这点还得你说了算。反正聊这样的节目已经非常多了，够你们看的了。我们是专注影像的节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Magic 4至臻版可以算是我今年寄予厚望的手机了。主摄的参数非常的夸张，再加上去年 Magic 3至臻版的表现，让我很关注这台 Magic 4至臻版。但是它的表现多少让我失望了。主摄的表现还不错，光学素质比我想的强，可是高清模式它没亮点。超广角和上一代相比，视角缩水了。高清模式下虽然回到了夸张的等效11毫米的超广角，但成像的色彩跟解析力，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啊，不太好。中长焦也没有惊喜，甚至不如它的小弟 Magic 4 Pro 的，这点我就很纳闷了。大光比的场景下，直出宽容度的表现还是老问题，暗部细节容易发虚。夜景的表现还算符合我的预期，甚至超过我的预期啊！
超强的主摄可以把极暗的环境拍出很多的细节，但是超广角的表现又不是很理想了。二者在暗光下的拍摄差距很大。录像的表现还算不错，白天的表现很理想，同样的暗光下超广角的表现就不是很好了。OK， 到结尾了，希望上面内容呢您能喜欢，也希望在选择方面呢给您提供了一些帮助。这期的结尾呢，我就不放摄影作品了，我们想看看完播率怎么样。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